少奶奶，这是什么呀？快让少爷躺下。哦，小心，来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少爷醒了，少爷，怎么了？周莹，这次的确是你太莽撞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能和那个洋人接触呢？你见洋人了？少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我听人说，洋人专门勾中国人的魂，晚上还会出来吸人血。少奶奶，你魂还在吗？你没被吸血吧？你看，连春信这个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丫头都知道洋人危险，你还和他说话，还和他去教堂。教堂是个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个洋人藏着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和误事的地方，这多危险啊！哎，你们去过教堂吗？你们谁都没去过，凭什么说那地方见不得人？你们说洋人吸血、挖心、勾魂什么的，你见过吗？你亲眼见过吗？你们谁都没见过，凭什么乱说人家？周莹，你平时在家里爬墙上树，我都觉得无所谓，因为那是你的天性。但唯独洋人这绝对不能有下次。答应我，从今往后再也不和洋人说话，也再不涉足教堂。不，你就不怕被迷了心、勾了魂吗？哼，只怕被迷心勾魂的不是那洋人，而是另外的人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没什么。周莹啊，我不是在责备你，我是担心你。我不用你担心，你，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，你们谁都不用关心我。可那是以前，但现在你是我的妻子。名义上我是你妻子，但你们全家打心眼里都看不上我。觉得我就是个野丫头，没家世，没教养，不会站，不会坐，不会笑，也不会说话。若不是你奄奄一息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攀上这高枝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所以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如你们那儿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你心里就觉得我配不上你。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。那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你这是不讲道理吗？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你无理取闹！你，少爷，怎么了？五聘，夫人，董太医呢？董太医不在，出远门了。那周大夫呢？周大夫也不在，据说到山里修行去了。快请梁大夫。已经派人去了。梁大夫一大早就被赵大人请去给灾民诊治去了，也不在家。那老爷呢？回夫人，送信儿的已经去了。老爷现在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。这老爷一出门，五聘就晕倒了。大夫一个两个都不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少爷前几次晕倒都不到1刻就醒转了，而这次都快半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别着急，我就怕少爷像上次那样，老也醒不过来。杨管家，泾阳的灾民聚集点就那几个，你多派几个人分头去找。另外再派一个人去梁大夫家里守着，无论是谁，
只要看到梁大夫，就立刻请到东院来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周莹，董太医上次开的那药方还在吗？在。我收着呢。先照着那方子煎一副药给吴嫔灌下去。呀，这能行吗？再说了，董太医那方子前几次也没什么用啊。行不行？还得先给他灌点药啊！快去吧。哎，等一等，还是我去见你，守着吴嫔。哦，春杏，快去把那方子找出来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对于脑部受伤的患者来说，长期的昏迷会损伤脑部，所以越早醒来越好。同意吧？老来福来，搭把手，把少爷扶起来。是。1、2、3，枕头，快！好，对，好。少奶奶，这是什么呀？快让少爷躺下。哦，小心，来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少爷醒了，少爷，刚才我刚才是不是晕过去了？不是刚才，是1个时辰前。少爷已经醒了。是不是梁大夫来了？夫人，醒了，醒了，那就好，那就好了。来，梁大夫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告辞。谢谢梁大夫。哪里？那是吴聘少爷他吉人天相，药还未到，必你先除。告辞。慢走。老爷，老爷，吴嫔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。吴聘少爷这次醒来，无论是精神还是脉象，比过去都健忘的多呀。看来这次还休养的很不错。哎呀，谢谢梁大夫，谢谢。老杨，帮我送下梁大夫。哎，好，好，告梁大夫，请走，安走。这吴嫔怎么会突然晕倒了呢？我问了，是周莹把她气晕倒的。朽木不可雕也。要不要开新房啊？喝茶不？喝。
刚才给我嘴里灌的是什么？那个是约瑟夫给我的药水。就那个洋人，他为什么要给你药水呢？是我问他要的。这么说，你去教堂，其实是为我求药。你下次别再做这种事了，太危险了。其实那个约瑟夫他人很和善，而且那个教堂也没什么婴儿尸体，什么鬼魂容器，反而有很多很好玩、很神奇的东西。你还帮他说话？如果他真的是坏人，那他给我的药水为什么会这么灵验？无论如何，你是为了我，而我却责怪了你，对不起啊。不用，你不用说对不起。哎呀，我做事也的确是冲动，当初若不是……哎，没事没事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无理取闹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武平啊，老爷，夫人，爹，爹，武平，娘，怎么样？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你怎么回来了呢？哇，听说你出事儿了，我哪还有心思往前走啊？立刻就掉头回来了。都是我的错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有人任性妄为。张妈，开新房。是老爷。哎，开刑房，是要打谁啊？还能是谁？家和万事兴啊！我们吴家东院这新房10多年没开了，但是周莹不懂规矩，不识轻重，不听教诲，变本加厉，打的就是你。原来是要打我。为什么要打他呢？他又没犯错。我们都知道了，是周莹恶语顶撞，把你气晕过去的。没有的事儿。没这事儿？哎呀，都怪我自己，我不小心撞上门，把自己给撞晕了。春信，哎，夫人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少爷是怎么晕过去的？就是说，是我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啊！我的头好痛。快请梁大夫回来！不用，不用，周颖帮我捏捏就好了。就像你之前帮我捏那样。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这一招，也只有周莹会。爹，娘，我晕过去，跟周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我醒过来，全都靠她。我都还没感谢她呢，你们却责怪她。要是你们开刑房，打她了，那没有人帮我捏捏，没有人伺候我，那怎么办？这好，既然这样，周莹，你就在这好好伺候吴平。吴平，宽猛相济才是持家之道。周莹，你好自为之啊！
请方便了。谢爹。其实，你不必替我遮掩。川信，把别院里所有的人都给我叫过来。哦，叫他们来干嘛？这屋里该立一下规矩了。来，周莹，扶我出去。今天是谁去跟夫人说？是少奶奶把我气晕的。这次的事儿我就不追究，但从今往后，少奶奶在别院里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任由她。不许任何人嚼舌根，更不许任何人去老爷夫人那儿告状。谁要违背，立刻撵出去。听到了吗？是，少爷。楼山。从今往后，你在别院里想无理取闹，就尽情的无理取闹，什么都不用管。我从辰时3刻待到午时正，一共有9拨人进去，其中5拨呢是去典当，另外4拨是去赎当。1个多时辰，9拨客人，以典当行来说，这客量算大的。货架上都摆满货品，并无萧条之象。但这每个季度的利润却如此之少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爹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有人一块普通的玉佩，10天前当了300文铜钱。我去典当行的时候，随意翻阅了一下台面上的账本，发现10天前果然有一块玉佩，但记录却是当银3两。是同一块玉佩吗？没有捐到实物，所以不敢确定。你三叔从小跟我最亲，我相信他不会跟我耍什么花样。再说，他也耍不出什么花样。或许三叔根本就不知情。我跟孙掌柜聊了几句，三叔平日里几乎很少过问，2、3个月都去不了一次，所以典当行所有大小的事务都是孙掌柜来负责的。这孙掌柜是你三婶的表哥，当初也是你三叔力荐的。他嘛，看起来像是个精明能干之人，
那你再查一查。是。啊，但这事儿一定要秘密行事，别到时候什么都没查出来，倒伤了我跟你三叔之间的兄弟情。是。对了，晋阳仙里赵白石宴请晋阳商家，我看你去吧。从来都是我们请官府吃饭，这官府请我们商人吃饭，还真是头一次啊。我估计也是换个由头摊派吧。你见机行事，如果这个赵白石胃口不大，你就随他；如果胃口太大，不用理他。好的，爹。走。好了，完工了。少奶奶，你这个字是什么体啊？我这个啊，一半是字，一半是画，自成一体，叫周体。这是上个月厨房的账本，这是香蜡支出，这是人工。夫人，胡小姐到了。胡咏梅，要不我去跟她说你不舒服，不想见人。还是见吧。婶儿，咏梅来赶你请安了。婶儿，咏梅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什么？那天，老爷不让小姐出门，小姐不惜以死明志，一头撞在了柱子上，当时就血流满面，晕死过去。到现在，额头上的伤疤都还没好呢。咏梅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，快起来，坐。要怪，就怪你爹太糊涂。我爹他也是受了小人挑拨，我不怪他。要怪，只能怪我自己，福分太薄，不能给婶儿当儿媳妇儿。也是我们东院没有福分。对了，吴聘哥哥，他还好吗？身体都恢复得跟从前差不多了。那个人对他好吗？你就别再提那个人了。怎么了？提起来我就生气。婶儿，你别生气，身体要紧。如果当初嫁给吴聘的是你，我们东院就清静了，我跟你叔也没那么多烦恼了。也不知道我和吴聘哥哥是不是真的就缘尽了。如果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。咏梅啊，以后还是常来看看婶。是啊，吴聘哥哥已经成亲了，
以后我再来，怕有人不高兴。你是来看我碍着谁了？没事。那好，只要婶儿不嫌弃，我以后常来。这就对了。哎，慢走。娘，娘，这是我今年抄写的女诫。这鬼画头符的什么呀？你拿回去继续练。啊，婶儿，那我也该走了。慢走。路上小心。小姐，她就是那个趁人之危的丫头啊！明明是你们见死不救，还好意思说我们家少奶奶趁人之危？少奶奶，抢了一次花轿座就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，真以为自己是少奶奶啊？春杏，算了。小姐，这样来路不明的少奶奶，可真给吴家东院丢脸，也给吴聘少爷丢脸呐。月如，够了。我们家少奶奶对少爷情深意重，而少爷对我们家少奶奶呢，也是又爱又宠。胡小姐，您这辈子就后悔去吧。你这个下贱胚子，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！说到贱，当初我们抬着轿子去请你都不来，今天又自己跑了来，这才叫贱。我撕了你的嘴！春杏是我的丫头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当着我的面撕她的嘴。你以为你护得住她？来呀！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只为吴聘哥哥可惜了。唉，别赖在东院了，趁早走吧。少爷，进来吧，把门带上。少东家，你找我啊？三元典当行的孙掌柜，你可认识？三元典当行？您说的是孙永全吧？哎，我知道他，但不认识。啊，那正好，有件差事呢，交给谁都不妥当。后来想来想去，还是交由你去办最合适。少东家，您吩咐就是了。把这个砚台拿到三元典当行去当了，将当票保管好，交给我。这件事要绝对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少东家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咏梅今天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他给我解释了一番。其实悔婚那件事也不能怪他，是他爹一时糊涂。他还说希望
以后我们两家不要断了交情。唉，不管怎么说，他跟吴聘本来也是天作之合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，看他难受，我也难受。你呀，你就是太心善了你。你说，吴聘如果娶的是胡咏梅，我们今天也就清静了。他以后要是再来的话，不用再见他了。我们跟胡家的关系也就到这儿。哎，少东家，哎，少东家，来，上马，少东家是吧？少东家，身子搭好了啊！多谢王老板提点，已经搭好。好好好。吴老板今天不来吗？啊，梁叔，我爹他今日走不开，派我来。哦，哎，少东家，少东家，我听说东院在杭州又开了一家商号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多谢周大哥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吴聘贤侄，哎呀，哎，好，来，这里坐，咱爷儿俩好说话。胡叔，您最近身体可好？哦，哇，还好。哎呀，贤侄啊，这些日子，恐怕你爹对我是有些误会，你能不能帮我带个话？哎，沈少爷，沈少爷，哎，沈少爷，哎呀，二少爷过来了，坐，来这边请。走，沈少爷你也来了，您来了，来，沈少爷坐。胡叔，其实这件事，我爹那边我吴聘还没死呢。没办法，命长。哎，沈家二少爷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我真是奇了怪了哈，像你这种人竟然还会命长。我心存善念，磊落坦荡，从不在背后伤人杀人，自然福泽深厚。那你拐卖我家丫头，夺我大哥性命，这算什么？沈星星，够了！哎呀，今天是带人来了，想打架？啊？赵大人到！赵大人，今日赵某把诸位召集至此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请诸位吃顿饭，所以废话不多说，上菜。上菜。没事。诸位，不用拘束，随便吃。怎么都不吃啊？今天不把这些饭吃完，谁都不能走。
来点菜。沈清怡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看看人家吴家少爷吃的多带劲。诸位要是吃好了，我再带诸位去一个地方。少爷，男孩200文，做牛做马都行，只要200文啊，少爷，给2个馒头也行啊。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没吃饭了，大人心情好吧？给点钱吧。哥哥，你饿吗？大人，人都到齐了。赵大人宽恕也确实不容易啊。我知道，刚才那顿饭是难为诸位了，可就诸位难以下咽的饭菜，对于这些灾民来说，都是美味珍馐。他们身无分文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有的沿街乞讨，有的卖儿卖女，更有甚者，偷摸拐骗危害一方。赵某为此焦头烂额，迫不得已才出了这个请饭的法子。希望诸位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哪怕是熬一碗稀饭，搭一方茅棚，也可让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乱者得治。赵大人，您希望我们怎么做？赵某粗略地算了一下，泾阳现在有灾民4500余人，只需要1万两的白银，就可以搭10几个茅棚，供他们遮风挡雨，也可以保证每人1天1个粗面馍。你说啥？要捐1万两？1万两啊！我可不捐。赵大人，您宅信仁厚，令人敬佩。我有个建议，今日到场的泾阳商户总共30余人，我们各家认300两银子如何？300两。哎，吴聘这个建议好，我们胡家没问题。这个建议是好。我们梁家认300两，我们周家捐300两，我们家捐300两，300两，我也捐。泾阳的父老乡亲，
赵某在此谢过。哎呀，我可听说你们在春风十里让千红姑娘唱首曲子，都得花1000两银子，区区300两，你们也说得出口，拿得出手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沈少爷打算捐多少？我1文也不捐。1文也不捐。这么嚣张啊！我自己搭粥棚，给这些百姓施粥。不就什么2、8千两的事儿吗？小心别烫着了。哎。春杏，哎，这是你们院这个月的利银。怎么这么少？你忘了，你们家少奶奶被罚了3个月的利银。我问你个事儿呗。那天胡咏梅来干嘛？还能干嘛？来后悔呗。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那也不一定。哎，你别走，别走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。咱俩可是一起进东院的，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着我。我听夫人的话里话外，好像还挺愿意重新接纳他的。什么？夫人不应该把他撵出去吗？小点声。怎么还能接纳他？夫人那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心软耳根子也软，人一哭立马什么都忘了。那我们家少奶奶怎么办？难道胡咏梅她愿意做小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！听到没？知道知道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听说，那天胡咏梅骂你不是无缘无故的。那是什么缘故？她还想着少奶奶这个位置呢。你说她不要脸也就算了，怎么夫人也跟着糊涂起来了呢？夫人怎么了？夫人居然想让少爷重新娶她。反正以后呀，要是再见到胡咏梅，可千万不能给她好脸色看了。少奶奶，我就是提醒你一声，你慢慢写，我去把银子发了。老子不干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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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伙同吴家东院想构陷我们沈家，现在还想要我们捐银子，帮他争脸，休想！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当即表态了，1文不捐。我还撂下话，我们沈家呢自己搭粥棚，定时施粥。什么？爹，你没有看到那些灾民真的很惨，每天一个粗面馍根本吃不饱，我亲眼所见。你知道施粥的耗费吗？我算过了，眼下泾阳一共有灾民约4500余人，就按照每人每日3两大米计算吧，每日不过才7担大米。我们沈家米库有的是啊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我们沈家粮库里会存那么多粮食？不知道。我再问你，线下米价多少？那3个月前呢？3个月前，我们大肆收购大米，账本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？难道你忘了？是大米吗？我怎么记得是马匹呢？今年根本就没有进过马匹啊？是吗？有可能我记差了。哎，你大哥9岁的时候就能过目不忘，看一眼账簿就能倒背如流，你看看你，
反复看了4、5遍，居然还能看差。3个月前，泾阳的米价3两1担，现在涨到5两，就是我们大肆收购所致。因为我断定，明年开春之前，这粮价一定会涨到8两甚至10两。所以呢，每日7担大米就是每日70两，1个月就是2000两。你爹我刚学做生意的时候啊，苦熬1整年才挣30两，所以这10周绝对不行。哎，爹，我沈家2少爷啊，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我懒得跟你废话。赵白石不是已经在赈灾了吗？是，但灾民还是源源不断的涌入泾阳，1万两银子，1天1个馒头肯定是不够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盖粥棚？越快越好，要是明天能够就绪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不妥啊！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这个赵白石，他召集大家募捐，那是铁了心要做一份政绩。他在那边发馒头，你在那边施粥，你不是存心抢他风头吗？赵大人应该不会这么想吧？人心难测啊，什么想法都有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可是见死不救，不是我们东院的传统啊。不是见死不救，而是缓2天，等赵大人完成了他的政绩，我们再出手。我怕再耽误下去，那些灾民难以再济。贸然出手，惹祸上身，到时候你想帮谁，都帮不了了。爹，这次赈灾，东院义不容辞。但肯定不是现在。邵总家，老爷走的时候，专门交代，赈灾的事儿，等他回来再说。我知道，但等他回来至少10天之后，那明里有许多人恐怕连今天都撑不过。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不用做什么，去给我200担大米。再派8个人手就行了。不行，杨管家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有什么不行的呢？因为老爷有令啊。我是少东家，我的话你至少得听一半吧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不拦你，你也别逼我。什么意思？您是少东家，您有粮仓的钥匙，您要抬米走，我也拦不住。但是，老爷的命令，我不能违背，我手下所有人也不能违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能给我派人手？对不住了，少东家。爹，
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你家再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起轿！看什么呢？想心事啊？我想搭建粥棚，但是爹不答应。为什么？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，爹当然也是有他的道理。可人命关天呀，还有什么比活下去更大的道理？我知道，但是杨管家他们呢，不敢违背爹的命令，都不愿意帮我。就算我现在打开粮仓，也没有人可以把粮食给背出来。人手不够。嗯，那我们自己找人去背。能找谁呢？找外人嘛，杨管家肯定不会让他们进东院的。有一拨人，应该不归杨管家管。谁啊？富时不减，平时毁；现时不学，用时毁；酒色赌博，祸时毁；遇难不帮，过时毁。学徒房？嗯。哇，你就是点子多，回头我要好好打赏你。我先去召集他们。行。少奶奶。哎。小豪，少奶奶帮我先收拾，一会儿我来找你啊。来，王世俊，你负责搭粥棚，几个点各搭一个，还要置办锅碗瓢盆及柴火，务必在中午之前全部完成。双东家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办好的。放心吧。啊，你们几个负责从粮仓背粮食，先把今天米备够。好，好，那你们几个呢？重点负责熬粥，谁烧火谁劈柴，你们自行安排。好的，少东家放心。好。施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得到现场。第一，现场秩序不能乱；第二，不能有恃强凌弱的事情。有些人负责监督，有些人负责施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等，少奶奶，加我一个吧。啊？我可以帮忙熬粥，也可以帮忙施粥。你就不用了吧？为什么？你现在的身份跟以前不同了，要是再抛头露面，我怕爹和娘。少东家说的对，周莹现在已经是少奶奶了。少奶奶，再有2天就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这2天别把我当少奶奶啊！不，你刚才不是说……少东家，我们从破庙开始吧。对，少东家，我们从破庙开始吧。对，破庙那边灾情最重。是。行，那就从破庙开始吧。我们去了。好，到。哎。
吴掌柜。哟，二少爷。我爹派我来办点事儿，需要你帮忙。有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这个你认识吧？认识认识。啊，把后面的粮仓给我打开，再给我派几个兄弟。好，行行行。粥马上就好了，哎，往里排，往里排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周东家，再有2刻钟，这粥就熬好了。大家往里排。让一下。这么多人，今天熬的粥够吗？恐怕是不够。来来来，大家往里站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我回去调点米过来。你去吧，我在这里帮忙。行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大家都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别挤，别挤，让一下啊。抓把紧，快点。你们要好了吗？差不多快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这干的是什么呀？看什么看呀？还不赶紧帮忙！小姐，你怎么跟少奶奶说话的？还就这样说话自在？你这样添柴就不对，起开，我来教你。来，给我。放那边。好。哎，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周莹，你真行，连这都会啊！想当年进学徒房之前，我可是在厨房帮过忙，这经验可是烧坏了2口锅换来的。想当年，其实也就几个月之前。是啊，也就几个月。动作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动作快点嘛！你没看到灾民越来越多了吗？怎么那边也有人在搭粥棚？太好了，我还正愁我们力量不够呢。这下所有灾民都能喝上1碗热粥了。小心点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，要不要帮忙？哎，大家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。喂，需要帮忙吗？周莹，哈哈，这次落到我手上了吧？我看你怎么跑。你要干什么？别碰我们家少奶奶。少奶奶？没错，周莹现在是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沈心怡，请你自重。跟吴聘成亲的丫头是你呀？怎么了？没想到你竟然嫁给了吴聘。站我，站不起！放开我！你想动手？放开少奶奶！真没想到啊！吴聘娶了个丫头。丫头怎么了？丫头就得回去给我干活。走！你休想！你又踢我！我踢死你！你不要以为嫁给吴聘你就飞上枝头做凤凰。你别忘，你的卖身契还在我手里呢。别以为一张卖身契就能威胁到我。我就能拿着它威胁你一辈子。我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死也是我们沈家的鬼。放手！放开！给我回来！我少爷来了！少爷！少爷！好，来得好。今天我们就把所有账一并算。沈心怡，周颖现是我的妻子，就算你娶了她，她照样还是我的人。而你吴聘，你就是个贼，你是个强盗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周颖以前是你家的丫鬟，但她现在不可能跟你回沈家。至于沈家的损失，我愿意用金钱来了结。你开个价吧。好啊，
拿你们吴家东院所有的财产来换周莹一条命，再拿你一条命！池行一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别胡说八道！换我大哥的命！我最后说一次，你大哥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也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不管你们吴家东院多有钱有势，这个丫头的卖身契现在在我手上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卖，死我也不卖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吴聘今天就霸道一次，就强买强卖一次。这个女人，我要定了。吴聘，你就只配娶一个不值钱的丫头？你看她是个不值钱的丫头，但在我眼里，她是无价之宝。走吧。我得哎啊！少爷，送给我家少爷！少爷，没事吧？少爷，走，别赵莹，别说你嫁给吴聘，就算你嫁给天王老子，我也把你抓回来。没事吧？走，过去。周鹏给我拆了。啊？这个更大更好的，抄我的门。好，上吧，把门拆了，快点！给我拆！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别担心，我打听过了，你的卖身契不是死契，大不了就打个官司，多赔点钱嘛。我总是给你惹麻烦，但你给我的开心更多。给我好了。别着急，每人都有啊，慢慢来，别烫着了，装好了。排队，人人都有啊！排队，每人都有。别急，每人都有。人人都有啊，别烫着了啊！有人晕倒了，别挤啊！不要挤，不要挤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哥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怎么了？肯定是饿晕了。小江，端碗米汤来。好。大哥。大哥，先喝碗米汤，慢慢喝。慢。大哥大姐，这里还有一碗，慢慢喝。夫人，哎，大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谁都会遇到难处，大家互相帮一把，拉一下就过去了。别太伤心了，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
来，大家排好队来。少东家，上次你吩咐我办的事情，我还没来得及去办。先把施粥的事办完再去也不迟。好。别急，人人都有，别着急。少爷，汤打好了。熬粥啊，粥好了再叫我。好了。粥。石俊，来，下一锅粥什么时候熬好？至少还有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？别急，都往前点啊！别急，别把粥喝急坏了啊！哎，别抢！马上，再搭1口灶，不，2口灶，3口灶，同时熬粥。小五，少东家，告诉大家今天的粥管够，这锅赶不上，后面的马上就出来，叫大家别急。好，还有，多带几个人疏导一下，别所有人都拥在粥棚前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还有，别着急，后面还有，大家别着急，把中间给我腾开。第20口锅马上就出来了啊！今天人人都有，大家别急，人人都有，别急。吴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你有没有事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怕你再出事儿。让我看看，手能动吗？啊，砸哪儿了？啊，疼不疼？有没有长哪儿？啊！你吓死我了！我不会有事的。